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今天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感兴趣的话题——爱情。每当提到这个词汇，让我们联想到什么？是小鹿乱撞的心跳，粉红泡泡的浪漫甜蜜，还是那种荡气回肠的牵挂，刻骨铭心的爱而不得的遗憾痛苦？这个词汇几乎是我们情感世界的一个主旨，也是各种影视文学争先恐后我去选择的一个题材。但刚刚所提到的爱情其实只是情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部分，它其实和爱是无关的。说到这里，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质疑，怎么会无关啊？我真的超级爱他，我离开他我就活不了啊！我只想跟这个人长相厮守，每天心心念念就只有这个人，我甚至就义无反顾，可以付出一切，这难道不是爱吗？答案是不，这还是情。下面我们就把爱情这两个字拆解开来，或许大家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正如我的标题所说的，世间呢是多情的。情是什么？言简意赅，情就是欲望和需求，这里包括世间的任何一种情，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产生的核心就是一种欲望驱使的需求。亲情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给我们提供可以生存的环境。无论是父母小时候教育养育我们，还是我们长大了要去孝敬赡养父母，都是因为这种关系满足了一种陪伴、扶持或者说是养育的需求，所以我们产生了亲情。同理，友情大多数始于陪伴的需求，志同道合嘛，才能够玩到一起。爱情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人类原始的那个繁衍欲望，还有一种相互在情感上面去慰藉和链接的需求。健康的关系里面呢，这类互动和需求的收支是平衡的，所以大家感觉到被支持、被滋养、被爱。但既然是交换嘛，那一定会出现失衡的状态。当一方给予过多，另一方回馈过少，这个关系呢就会出现问题，能量不对等，最后引发各种贪嗔痴、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也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是现实社会里面还是影视作品里面的各种狗血剧情。世间的情呢有一个 bug， 它的设定是需要外求的，因为你自己不是圆满的，你总是需要从外界的某种媒介去进行补充和交换。试想有一个极端，当然就是不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小孩他不需要通过母亲的身体就可以出生，像一些单细胞分裂的生物，比如说细菌，之后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那么亲情这一个链接的需求就几乎为零。如果我们天生可以内部源源不断地产生情绪价值，而不是需要通过别人对你的认可、赞许和关心，再加上可以单细胞自行的无限分裂，那么对爱情的需求其实也可以降为零了。如果我们天生就是享受孤独的，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也可以处理大多数的情绪，并且还独立思考，那么友情的需求也可以少之又少。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嘛。但在这样极端的例子里面，只是说明了人类情感需求的形成，它就是源于欲望。就好像你自己有一个菜园子，长期自给自足，你需要出去买菜的这个需求就几乎为零了。所以可以总结的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情感关系就是建立在需求上面的。需求呢是一种交换，当交换平衡的时候，我们觉得愉快、满足，多巴胺充斥了全身。当交换不能够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委屈啊、纷争，还有内耗，演变成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各种爱恨纠葛。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情，它是有条件的，无法自生的，并且是以外求为主导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另一个字，爱。爱呢就是情的另一面，它是无条件的、可自生的，并且是以内部为主导的。拥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永动机，因为它是从内部提炼出来的。但是爱的产生却比情要难上百倍，因为它只能被感受到，而无法以交换的形式获取。它本来就是，它本来就在。
爱这个词在我很多之前的视频我都有提过，但是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想最贴切的就是那种我们在看到某个大自然场景的一瞬间觉得想哭，因为内心产生了一种感动，它是一种当下的忘乎所以的对生命的赞叹，一切在那个瞬间就是那么的完美。你不需要这座山再高一点，也不需要这棵树再繁茂一些，它们只是自己本身的样子，甚至可能已经有残枝败叶，但是因为他们无比接纳自己的任何一个状态，在你眼中那个当下，他们就是很美的。除了这种感动，还有一种感恩。阳光很慷慨地洒在我们身上，温暖着我们。树叶轻轻地摇晃着，形成繁茂的树荫为我们遮风挡雨。鲜花毫不吝啬，绽放自己的身姿，散发着香气来装点我们这个世界。可能这个时候呢，沿路还跑来一只小狗，它不认识你，你们纯粹是陌生人，但是它却毫无防备地向你释放着无限的热情和友善。你在那一刻，这种感恩、感动和对生命的赞叹，让你觉得原来你也是这么被这个世界无条件的爱着，被这样忘乎所以的给予着。你不需要是这些植物动物的父母、伴侣或者朋友啊，他们却已经给你带来了这片刻最纯粹的美好，并且这份美好不需要你去偿还，你也不需要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许在和他们互动的那一刻，你恰巧是最不堪的一个时候，也没有打扮，无精打采的，甚至可能你昨天还刚丢了工作，对吧？但是所有你的这些条件对于他们来说都完全不重要，他们也是这样无条件的接纳和尊重着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好生命。这就是我能想到最接近爱的状态。刚我描绘的场景是说爱的无条件性，它不是交换来的，而是它本身就存在于每个个体。当这个部分被激活的时候，彼此都可以感受到这样能量的流淌，会觉得感动、感恩、想哭，会给自己内心注入一股强大的疗愈的力量，可自身并且以内部为主导，就是你都不需要去看到大自然和小狗才能够拥有这种感觉，而是你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的残枝败叶，例如每一个很不堪的情绪还有状态，并且觉得我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深深的理解到每一个这种状态它背后的底层逻辑，给予自己最大的慈悲和包容，它自然就会在你的内部被激活。而当你长期处于这样激活的状态里，你是不需要从外界去求别人的认可、赞许和关怀的，因为这样的价值感和温柔一直都是你内部的永动机。当你能够给予自己无限的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时候，你也会最大限度的去由内而外的向你的外部提供这样的能量，因为在你的眼里，外部的所有人和事都不过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你内部的不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当你能够去尊重和理解、接纳周围人最原本的样子的时候，你不会再因为对方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而很失望，你也不再给予的发心是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得到同等的回报，就不会在别人不回馈或者选择离开你的时候心态彻底崩溃，求而不得的各种痴狂。你给予仅仅是因为这个给予让你觉得喜悦、心甘情愿。当这种共存依赖关系被真正的独立的带有健康边界感并且发自于内心去做的链接所取代的时候，爱恨纠葛各种戏码也就自然会消失了。爱和情都组成的时候，才是真正可以完成世间情感体验的时候。过去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在没有爱的加持下，让我们孜孜不倦地向外求。当外界的人和事表现出来不接纳或者说是不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超级受伤。外界的人事物对我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感。但是世间万物嘛，它都是瞬息万变的。很爱你的家人，或者说是能够满足你这个情感需求的家人，可能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曾经宠爱自己的伴侣，可能会有一天变心，或者说是和我们渐行渐远。朋友也会分道扬镳。
只要是这个世间在生生不息，事物就会瞬息万变。把我们的幸福和需求完全寄托在外部瞬息万变的事件上，本来就是一场豪赌，是注定会失望的。爱也一样，没有世间的情作为辅助，我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避世，无法和人类社会产生一个正常的情感链接和互动，在正常的人情世故面前也会很格格不入。没有情的这个润滑，爱会变得不接地气，所谓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也让我们很难再去好好的体验那种恋爱的激动，亲情的羁绊，久逢知己的酣畅淋漓。但是现在的区别呢，是你拥有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菜园子，但你还是可以选择去逛逛菜市场嘛，人间烟火，对吧？但这个体验现在就变成了真正的锦上添花的一个调节剂，而不是雪中送炭的赖以生存。这样看下来，真正的爱情其实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宽广很多，因为它是一场出世与入世并存的人生盛宴。